我叫沈知薇。3年前，我以太傅之女的身份嫁入定北侯府，人人都说我嫁给了爱情，殊不知我嫁给了一座冰窖。侯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滚出去！夫人熬了3个通宵为您赶制战袍，您怎么能……我让你滚出去！清河，退下。为了陆嫣然，3年前我以为嫣然死了才答应娶你，但她如今还活着，我绝不能再让她受苦。所以，这定北侯夫人的位置，我必须让下来。你若是安分签了，我可以保你衣食无忧。衣食无忧，改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侯爷另娶，我另嫁，两不相欠，岂不体面？沈知薇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侯爷错了。你刚借太傅之力在朝堂站稳脚跟，转头便抛弃发妻，世人只会议论定北侯忘恩负义，一派胡言。逼走发妻，他陆嫣然进门就是鸠占鹊巢。你威胁我？我是在帮侯爷。签吧。你当真舍得？侯府的一草一木我绝不带走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1个时辰内归还我的户籍文书。好，好得很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清河，收拾东西。沈知薇，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？雪大了。什么？陆小姐身子弱，侯爷派人去接，别让人等太久。大少奶奶，老夫人有令，走可以，但身上的东西得一件件留下。老夫人怕您一时想不开，带走什么不该带的东西，这盒子得让老奴亲眼瞧瞧，才好放您离开。赵嬷嬷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我们夫人的私产。私产？进了侯府的门，什么东西不是侯府的？一个被侯爷扫地出门的下堂妇，还摆什么主母的谱？可不是，3年都没捂热侯爷的心，也是可怜。你们欺人太甚！你说的对，这侯府的东西，我确实不该带走。哼，算你！这可是太后赏的步摇，你疯了！还有这个，侯爷大婚时给的聘礼，老夫人的见面礼。这些现在都还给你们侯府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侯爷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？这3年，清河，我已不是侯夫人，我扔掉的是枷锁，是与侯府最后的纠缠。此后山高水长，我与他始生不复相见。沈姑娘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夫人，请留步。老夫人有令，命您前往松鹤堂问话，谁敢放他走，打断狗腿。夫人，我劝你最好识相点，还能少吃点苦头。清河，你在这等我。夫人，你一个人进
太危险了。听话，等我出来，我们就再也不回这个地方。请。老夫人，您是没亲眼瞧见，他当着那么多下人的面，直接把太后赏的金步摇摔地上。我看他就是蓄谋已久，存心想让外人看我们侯府的笑话。反了他了！沈知薇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是老夫人请我回来的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贱人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哼，你擅妒成性，逼走嫣然，此其一；你不敬长辈，顶撞于我，此其二；你心机深沉，蛊惑昭儿与你和离，败坏侯府名声，此其三。桩桩件件，哪一项不够我将你沉塘？老夫人此言差矣。陆姑娘当年随远征军失踪于北境，并非我逼走。若说擅妒，我为侯爷操成后院3年，他心中却还装着别的女人。这擅妒二字，从何说起？我自嫁入侯府，晨昏定数，从未缺席。倒是老夫人这3年，可曾给过我一日好脸色？大胆！你一个被休的下堂妇！至于第3点，我与侯爷和离已是自由之身，您又是以何身份向我兴师问罪？老夫人，您无碍吧？沈知薇，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长辈？老夫人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以晚辈的身份向您行礼，言尽于此，告辞。沈知薇，站住！昭儿，你看看这个贱人的嘴脸，竟敢当面顶撞我，反了天了！侯爷，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堂妇，就该家法伺候。伯母息怒，都是嫣然不好。沈姐姐要怪，就怪我吧。沈知薇，你当真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？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离开，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。难看的到底是谁？放肆！你别以为拿了和离书就万事大吉了。你若今天不跪下磕头认错，让昭儿体面的把你休掉，就别想安生的走出侯府。没错，老夫人一句话就能让你和沈家的名声在京城彻底臭掉。老夫人不问问侯爷为何要与我和离？倘若今日之事传扬出去，定北侯府为了陆姑娘忘恩负义，逼走发妻，到时候陆姑娘嫁进来是风光还是耻辱？母亲，让他走吧。昭儿，你让他走！沈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回来，你和侯爷也不会。你不必道歉，一个活在男人回忆里的影子，还不配被我当成对手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终于走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回太傅府吗？老爷要是知道您受了委屈，定会为您做主的。不去。那我们去哪儿？朱雀街，知微阁。我不想让爹娘担心，更不想让任何人觉得我沈知微是一个离了男人就活不下去的弃妇。夫人，您……清河，以后叫我姑娘，或者东家。东家。走吧，以后的路我要自己走。反了他了！我老婆子活了大半辈子，竟然被一个下堂妇踩脸上作威作福。夫人，伯母息怒，若是嫣然死在北京，也不会生出这么多事端。不怪你，当初是我把你弄丢，才让他抢了你的位置。顾昭哥哥，走，你刚回京，我先送你回房歇息。我们走吧。好。张嬷嬷，老奴在。去查查那个贱人到底去了哪儿，我要让他知道得罪了侯府是什么下场。老夫人放心，
老奴定会让他在京城声名狼藉。姑娘，这里是我们的新家。姑娘，这间铺子您何时租的？陆嫣然的消息传来那天，我就用母亲留给我的嫁妆租下了这家店面。姑娘，这种粗活让我来就行了。天哪！姑娘，这些绣品都是您这3年留下的珍品。清河，把店铺收拾出来，顺便去买些上好的丝线和布料。我要再给知微阁做一张招牌。终于是好了。姑娘，铺子收拾干净了，要把绣品摆上去吗？不急。你看，一块布上竟能绣出2面完全不同的绣花，这叫双面绣。京城中会此针法的人不过1掌之数，以后这就是我们知微阁的门面。姑娘，您这手艺简直是京城一绝。谁啊？请问沈姑娘可在？福伯，小姐，老奴可算找到您了。老爷和夫人听闻侯府的事，急得不行，您怎么不回家啊？福伯，替我谢过爹娘，但我现在还不能回去。为何啊，小姐？老爷说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太傅府永远是您的家。我现在回府，只会被议论是个被沈家养着的弃妇。只有我靠自己的能力在京城立足，才能从侯府争回这口气。难怪老爷让我带来这个。这间铺子，老爷已经替您买下了，说是给您的贺礼，贺您重获新生。替我谢过父亲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谁的妻子，谁的儿媳，而是知微阁沈知微。姑娘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意了。呸！一个被赶出来的破鞋还想翻身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你们2个去给我好好招呼一下他。哟，这不是被定北侯休出门的那位弃妇吗？一个顶撞婆母的妒妇，还有脸来这朱雀街抛头露面，真是厚颜无耻！这种女人绣出来的东西，谁买谁晦气。你们胡说什么？信不信我撕了你们这张烂嘴？不守妇道的东西，还不让人说了？就是，你跟你主子还是早日割发做泥，给自己积点德吧。哎呀，这家铺子做生意还要打人啊！大家快来看看呀！清河，不要与他们计较，狗咬人，人还要咬回去不成？可是他们污蔑姑娘和铺子，识货的人不会因为几句闲言碎语就止步，不识货的，我这儿也不欢迎。跟侯府作对，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！大清早的，哪来的一群长舌妇在这儿乱吠？是王尚书家的夫人。买不起里面的绣品，就别围在这儿碍眼。该死，这贱人竟然这么好运！王夫人安好，多谢您出手相助。沈姑娘面对此等流言，还能泰然置若，果真有大家风范。我能凭借自己手艺在京城立足，何必在意这些闲言碎语？好一个胸有丘壑的女子，我倒要瞧瞧你有没有那个依仗。夫人请。天啊，这针脚怎么这么细？这颜色简直像画上去的一样。
双面异色，这是你绣的？着坐，让夫人见笑了。正面傲雪寒梅，反面水波月影，这技法神乎其神啊！过几日便是皇宫夜宴，若能将此物献于瑞阳公主，沈姑娘，这方丝帕多少钱？我要了。抱歉，夫人，此物不卖。为何？夫人误会了，此帕是本店招牌，制作耗时极长。夫人若喜欢，可以预定，我为您定制新的图样。不卑不亢，这寒梅确实当得起招牌。这些我都要了。沈东家，你这手艺绝不该埋没在流言里。这间铺子我记住了。王夫人都看好这些手艺，咱们也买些吧。没事啊。来，殿下，看我今日淘到什么好宝贝了？连线角都没有，这是谁的手艺？知微阁，沈知微。沈知微，跟定北侯和离的那位？我打听了一下，他和离出府，没有带走一件珠宝，也没有回太傅府哭诉，而是自己拿着嫁妆，在朱雀街撑起一间铺子。确实是个有骨气的女人。不仅如此，她这手艺也是一绝。您是没瞧瞧，那铺子里挂着一放双面异色的招牌绣帕，可惜只能预定。是吗？那这招牌绣帕，本宫倒想亲自去见识见识。来人，更衣。阿昭哥哥，怎么了？可有哪里不合心意？这比我在北京住的地方好太多了，那里日夜风雪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都过去了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你好生歇息，我还有军务处理。侯爷，东西送去了吗？禀报侯爷，沈姑娘没有回太傅府。啊，没回太傅府？难不成她流落街头了？沈姑娘她在朱雀街开了间铺子，做绣品生意。沈知微，做生意？是的，今早王夫人还……够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。备车，去朱雀大街。是。沈掌柜的手艺真是绝了，我从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绣活。姑娘谬赞了，不过是些糊口的本事。姑娘，侯爷来了。沈知微，这就是你的本事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。侯爷说笑了，若不是您赐我和离，我这点微末的本事，恐怕就烂在深宅大院里了。所以，你早就在等着今天。我只是托陆姑娘的福，得到了自由身。说起来，还要多谢侯爷成全。沈知微，你现在的身份说这种话，简直不知廉耻。我凭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，何来廉耻一说？原来沈姑娘是和离啊，我还以为这位沈姑娘看着还挺有风骨啊。是啊，自己养活自己，多有志气。好，很好。你不是要做生意吗？这铺子里的东西，本侯全要。拿着钱关了你这破铺子，别再出来，丢你和本侯的脸。侯爷，姑娘和你已经和离了，你凭什么管到她？侯爷，知微阁的绣品只卖有缘人，不卖碍眼的人。碍眼，好，好得很。
本侯想买的东西，就没有买不到的。长风，听场。是。定北侯府办事，闲杂人等退避。快走快走，侯爷发怒了，可惜了，这铺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既然你不肯关门，那本侯就替你关。长风，把铺子里的绣品全部给我收走。住手！你们这是强买强卖！侯爷，你这样做就不怕丢了定北侯府的体面？体面？你顶着本侯前妻的名头抛头露面，做这等低贱的淫荡，才是丢了本侯的体面。这就是你的招牌。不要！你们这群强盗，快放开我！怎么，心痛了？顾昭，你别做得太过分。哼，我付了银钱，就是把它毁掉，你也没资格拦我。姑娘的招牌，姑娘绣了好久才绣好的，你凭什么？你不愿意卖，本侯就毁了它，大不了多赔点钱就是了。顾昭，这铺子我开定了，你砸一次我便见一次。你撕得了这方绣帕，撕不了我沈之薇的骨头。那我就多砸几次，看看有谁敢和我侯府作对。长风，把这些碍眼的架子全给我砸了！是。不要！瑞阳公主到！臣顾昭参见公主殿下。参见公主，免了，都起来吧。没想到定北侯一个大男人，竟然也来这女儿家的绣阁。殿下，臣只是路过。是吗？本宫还以为侯爷是听说了钱夫人另起炉灶，心有不甘，特意来找茬的。定北侯好大的威风，天子脚下横行霸市，把京城当你家后院了。臣无意冒犯殿下，但沈之薇借着侯府钱夫人的名头招摇过市，实有不妥。殿下，您女子开业至今未提侯府半个字，反倒是侯爷的人屡次纠缠，才闹得满城皆知。堂堂定北侯竟然如此对付一个弱女子，你可认错？臣知错。既然侯爷知错，还请把抢走的绣品悉数归还。这些银票就当做给沈姑娘的补偿，自己回去好好反省，莫要再犯。定北侯来找前妻麻烦，竟然被公主撞见了，赔了钱还被公主训斥，这下脸丢大了。沈姑娘不卑不亢，连公主都为她撑腰，真是位奇女子。3年来，他从来对我都是低头顺目，今日竟然敢这样反抗我。瑞阳公主怎么会和他在一起？难道他这3年都是在演戏？本宫听王夫人说，沈姑娘的手艺冠绝京城，如今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礼服，拿钱。殿下，这远超铺子里的标价。别急，本宫还有一事相求。半月后，皇宫设宴，本宫的行头由你来定，也让那些不长眼的人瞧瞧，什么是明珠，什么是陵墓。多谢公主厚爱，民女必不负所托。过几日我会让人将请柬送来，你好好准备吧。姑娘，有公主护着我们，再也不怕别人来骚扰了。清河，去把库房的云锦拿来，我要让宫宴上的所有人记住知微阁的名号。让让！
我家夫人指明要公主同款香囊，别急别急，我家夫人指明要公主同款香囊。别急别急，我们上苏府可是昨日就交了定金的。大家排好队，每人限购1件，跟我进去挑选。你这个蠢货，堂堂定北侯，竟然当街去砸一个弃妇的铺子，还被公主训斥，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伯母息怒，侯爷只是一时冲动。被一个女人牵着鼻子走，现在满京城都在看我们侯府的笑话。侯爷也是为了侯府的脸面，谁知道沈姐姐竟然如此不讲情面，不仅攀上了公主殿下，还故意让侯爷难堪。他就是存心想看我的笑话。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伯母，侯爷，其实嫣然倒是有个主意。沈知微自立门户，扫侯府的脸面，说到底还不是怨憎侯爷，想让他后悔。我们不如尽早大办婚礼，再送一份喜帖去知微阁。他若来，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被羞辱；若不来，便是心胸狭隘，不念旧情。侯爷，你可愿娶我？还犹豫什么？如今沈知微攀上了公主，若不杀她的锐气，侯府如何在京城立足？难不成你还对那个弃妇余情未了？母亲做主便是。侯爷，侯爷，你要是还念着沈姐姐，嫣然愿意让她回来，只是嫣然除了侯爷再无去处，只求侯爷留我做妾。嫣然，我会娶你的，不要多想。我去处理军务，你陪着母亲。沈知微，你都走了还要和我抢侯爷，真是阴魂不散。伯母，侯爷答应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张嬷嬷，赶紧找一位大师，为昭儿和嫣然补个最近的吉日。遵命。侯爷回来了。这么晚了，还不去歇息？北京宫寒，我给你的战袍多加了层软甲，还差几针收尾。沈知微，别做无用功。若不是你求着太傅让我娶你，这位置我会一直留给嫣然。嫣然说的没错，他爱我入骨，做这一切不过是想让我后悔罢了。等后府安顿好后，再去找他吧。侯爷，什么事这么慌张？有件事，关于沈姑娘的。说，沈姑娘以瑞阳公主特邀贵客的身份，进了明日宫宴名单。什么？她去宫宴？如果她和皇室搭上关系，给我找一套新的布衣，还有斗笠。侯爷，待会儿入夜风大，您的腿疾。姑娘，这是今日最后3笔定金。自从公主殿下来过，京城贵妇们疯了一样下帖子，这些日子的进账抵得上府中半年的开销了。这只是个开始。好美！等她在宫宴上大放异彩，引起皇室背书，就没人敢在铺子乱来了。
这么美的衣裳，姑娘要不换上试试？小姐，这宫宴服真好看啊！他多久没这么笑过了？姑娘太美了，一定能在宴会上力压群芳。差不多了，先去歇着吧。我来关门。顾昭，顾昭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把门关紧些，早点休息。夫人这身打扮，今日晚宴定能让侯爷欢喜。只是没想到沈之薇也能拿到请柬，万一他又纠缠侯爷，可如何是好？他一个下堂妇，也配登这大雅之堂？夫人放心，那贱人要是真敢去宫宴，只会自取其辱。那嫣然就放心了，嫣然不求别的，只求别让他败坏了侯府的名声。顾昭哥哥，嫣然这身打扮可还妥当？哎呀，嫣然如今是侯府准夫人，自然要穿得喜庆些。这可是我特意托人为嫣然定做的裙子，你有意见？伯母，侯爷应该不是那个意思。嫣然，今日宫宴，你一定要让那个贱人好看。宫宴上陛下会出面，你们还是少惹事。伯母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也出发吧。姑娘，李公公已经在殿外等着了，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您给公主送去。清河，守好店铺，今晚是属于我的战场。沈姑娘，公主殿下命奴才来接您。陆姑娘这身料子是上等的流光锦吧？定北侯对姑娘真是用心。是啊，这种做工和料子，平时我可舍不得。伯母偏爱，侯爷也由着我性子胡闹罢了。他还没来吗？那是谁？好美的裙子啊！这是哪家的千金，生得这般标致？沈姐姐，你托公主的关系入宫，是还想见见侯爷？不是，那你打扮得如此好看，可是有新的意中人了？你，陆姑娘，我与侯爷和离本就再无瓜葛，你却屡次提起此事，侯府没教过你规矩吗？沈姐姐，你为何总是这般咄咄逼人？放肆！你一个下堂妻，谁给你的胆子质问侯府夫人？都还没过门就以女主人自居，还真是厚颜无耻。你不知礼数，根本不配登这大雅之堂。来人啊！贵阳公主到！臣女参见公主殿下。本宫的客人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们来智慧？殿下恕罪，臣妇不知沈姑娘是殿下的贵客。不知，本宫看你们是仗着别人的事，忘了天高地厚。殿下息怒，嫣然她一时失言。定北侯，管好你的人，再敢出言不逊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是。很漂亮，今日你就跟在本宫身后，谁敢给你脸色，就是打本宫的脸。多谢公主。
顾昭哥哥，嫣然知错了。沈姑娘，你这手艺，本宫甚是满意。殿下喜欢，是知微阁的福分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定北侯府老夫人这是找上沈知微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定北侯府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公主，这一关我必须自己过。知微啊，多日不见，你倒是越发光彩照人了。侯爷，伯母只是去敬杯酒。多谢老夫人挂念，我一切都好。好，你一个被夫家赶出门的女人，有什么好的？不守妇道，抛头露面，简直是丢尽了我定北侯府的脸！陈氏，本宫的客人，也是你能羞辱的？公主殿下，您金枝玉叶，不懂凡尘规矩。这沈氏曾是我侯府的儿媳，如今自甘堕落，老身教训她是天经地义。住手！老夫人，您可想清楚，这掌打下来，丢的是谁的脸？是你定北侯府教子无方，宠妾灭妻，还是当朝太傅家教不严，女儿任人欺辱？亦或是打在我身后坠阳公主的脸上？定北侯老夫人是觉得朕的宫宴太无趣了吗？所以特地来给朕和皇后演一出闹剧助兴。请皇上息怒，家母只是酒后失态，绝无对宫宴不敬之意。皇上息怒，臣妇万万不敢。既然不胜酒力，来人，将陈氏带出宫宴，醒醒酒吧。饶命！饶命！臣妇知错了，求皇上恕罪。皇上！沈家有女，心有丘壑，不堕青云之志，朕心甚慰。赏知微宫所绣之物为宫中御用，另赐黄金100两，锦缎100匹。御用，那可是内务部才能定的规矩。这沈知微还真是一步登天了。他竟真的靠自己做到了这一步。安静，沈知微，你可愿入宫为女官，掌管上宫局？掌管上宫局，这个职位虽无品阶，却有实打实的权利。多少世家贵女都梦寐以求的位置，皇上竟然给了一个下堂妇，这可是天大的荣宠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贱人，他凭什么？他要是做了女官，还会听我的吗？不对，皇上是想利用我，可若不接……多谢皇上厚爱，只是民女恐难当此大任。沈知微，没想到你自己竟然自己找死，竟然敢违抗圣女！哦，这是为何？民女出身太傅之家，知一女子立身之本，在德在才。上宫局长事，执天下女红之造，关乎宫闱体面，皇家颜面，非德高望重、深谙宫规之人不可担之。民女虽有几号手艺，却无半分宫规根基，若仓促受任，恐负皇上圣恩。所以你是不愿替朕分忧了？民女不敢应此封赏。是啊，不过皇上看得起民女的手艺，知微阁愿为宫中免费提供1年御用绣品，
以报皇上垂帘之恩，以表臣女赤诚之心。沈知微，你比朕想象中更通透。罢了，朕便准你所请。从今往后，知微阁所产绣品，皆可冠御用之名，赐知微阁金匾一方。民女叩谢皇恩。平身。御用皇上，知微，你还真是让本宫刮目相看。赐宴继续。阿昭哥哥，我们回府吧。阿昭哥哥，知微，本宫还真怕你一时冲动就答应了皇兄。那上宫局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宫廷的水深得很。我明白，皇上是想用我来敲打定北侯府，同时昭示他的惜才重才的君王形象。但比起做别人的棋子，我更喜欢自己执棋。你这性子，本宫真是越来越喜欢了。什么人？知微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定北侯，你还嫌今晚不够丢人吗？就一句话。本宫看你是喝多了，来人，把他轰走。沈知微，你一句话都不肯听我说吗？定北侯，你放肆！公主，你先上车等我吧。知微，放心，他不敢把我怎么样。那你快点。什么话直说吧，我还要回家休息。家？你现在把那个小破铺子当成家了吗？说完了，侯爷也尽早回府料理家事吧。沈知微，你为什么要拒绝皇上？你不是恨我吗？只要你点头，就能一步登天，让我后悔。你为何不要？侯爷觉得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希望能够回来？我答应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从来没想回去，也不恨你。不恨？那你为何要吸引我的注意？侯爷，别自作多情了。我开知微阁是为了养活自己，我参加宫宴是给公主面子，我拒绝封赏是不想要那样的生活。我一直在走自己的路，而你只是路边一块搁脚的石头。我不信，不可能！3年前是你求着要嫁给我，这难道是假的吗？我曾是想与君相守，一生一世，但3年的冷宫足以消磨掉我所有的天真与爱意。所以，收起你那可笑的骄傲和不甘吧。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知微，知微，知微，我错了，别走，别走！你不看看他？不了，我怕看到他的腿会心软。知微，别走，只要你肯回来，我什么都给你。知微，别难过了，不值得。我难过的是我那死去的3年青春，和那场无人问津的一厢情愿。但好在，一切都迎来了新生。有劳张叔了，慢些。多谢公主今夜照拂。知微，早些歇息，本宫有空再来寻你。姑娘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今晚宫宴没受欺负吧？没事，先进屋吧。对了，姑娘，我今日打听到定北侯下月初8就要成亲了。他才跟姑娘和离多久就要成亲，气死我了！有什么好气的？侯府的任何事都
都与我无关了。正好前几日绣了几方盖头，说他们愿意光顾，咱们也开门欢迎啊。姑娘，你真的是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了。唉，姑娘，您的心态可真好，我真是白替您着急了。接下来几日铺子里的生意会很忙，明日你带些银子去城外召几位绣娘回来。好，姑娘你先休息。我的路才刚刚开始，此后他人再提起我，不再是当朝太傅的女儿，不再是定北侯前妻，而是知微阁的主人沈。我的天啊，竟然是皇上赐的牌匾，知微阁的东家手艺竟然得到了皇上认可，今日必须抢到一方。将王押金的先进，其他人再等等，店里人太多了。伯母，该喝药了，不然您受了杖责，身子如何受得住？都是沈知微那个贱人，若不是他，侯府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母亲，昭儿最近又在忙何事？怎么不见他来？侯爷这几日一直待在书房，不肯见人。伯母息怒，您现在的身子经不起折腾。哼，扶我起来，我要去见这个不成器的东西。老夫人，侯爷吩咐过谁也不见。滚开！逆子！你看看你现在这副颓废的样子，对得起定北侯府的名头，对得起列祖列宗吗？伯母，这都是沈知微的错，您别怪侯爷。昨夜宫宴，我们定北侯府沦为了整个京城的笑柄。你倒好，躲在这里，抱着件破衣服，哭哭啼啼。别碰他！哎呦，我的腰！还给我！那件战袍究竟是……你这个逆子，一点流言蜚语就让你丢了魂，还有没有点出息？伯母息怒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昭儿被那个贱人气成这样，可如何是好？伯母，侯府最近不太顺利，不如提前筹备婚事，用来冲喜。老奴见过夫人。王管事，大婚的喜帖都备齐了吗？回夫人，连夜赶制，全都写好了。这张你亲自送去。这是送到知微阁的，夫人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和侯爷成亲，请他来喝杯喜酒又怎了？可老夫人那边，我和伯母说过了，你尽管去送。明白，老奴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。啊，终于忙完了。姑娘，您听见外面的动静了吗？什么动静？定北侯府啊，好几个夫人小姐都在聊他们的大婚请柬。那个陆嫣然鸠占鹊巢还这么高调，呸！这种事不去理会就行了。那他们大婚那天，咱们就在铺子里听着他们锣鼓喧天吗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还要我亲自上门去喝杯喜酒？沈东家可在？咱们夫人给您送喜帖来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他们还有脸来送喜帖？走吧，出去见见。姑娘，这摆明了是来膈应人的。越是关门，越显得我在意，倒不如见招拆招，反击回去。这定北侯府也太损了，大婚给前妻送喜帖，这不是往人心窝子上捅刀子吗？沈东家，老奴奉我家夫人之命，特来送喜帖。闭嘴！我们知微阁不欢迎你们。我可是奉了定北侯府陆夫人的命，你一个丫鬟也敢阻拦？你家侯爷才和离几天就急着办喜事，你们不要脸，我们还要做生意呢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家夫人宽宏大量，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不去计较过去的事。难不成沈姑娘还念念不忘，别有心思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
老奴可没这个意思。沈姑娘还是接了这喜帖，否则明日他人如何议论，可就不好听了。姑娘，我们不接，他们就是纯粹恶心人。您可是皇上认可的御用大将，谁敢议论你？沈东家还真要去接啊？难不成真对侯爷念念不忘？谁说的？不接才是心虚。沈东家应该是放下了。做了3年夫妻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？陆嫣然让你送来的。我家夫人也是念及旧情，才特意让老奴跑这一趟。沈东家果然是个明白人，老奴这就回去向夫人复命。慢着。你竟敢！你怎敢如此折辱侯府颜面？这可是夫人亲你的喜帖。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定北侯府的酒，我嫌脏。沈东家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当街撕碎定北侯府的喜帖。我要是被休出家门，可没他这份骨气。清河，送客。听见没？拿着你的破纸，滚出我们知微阁！把他给我拦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王管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砸了皇上赐予的招牌吗？休要血口喷人！我今日只是为侯府要个公道。我家夫人好心请沈姑娘喝杯喜酒，只是想体面的寻得一份祝福。你何至于如此辱我侯府？难不成你是见不得侯爷另娶新欢，旧情难忘？人家要真想求个祝福，确实不至于。这种事，沈东家心里有怨气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沈知微，你就算有几下手艺入得了皇上的眼，德行有亏，照样遭万人唾弃。体面？你们若真是求个体面，就不会如此大张旗鼓。他这样送来喜帖，是炫耀还是羞辱？谁看不出来？仔细一想，确实如此。你给我等着！姑娘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，看他们还敢不敢来咱们这儿嚣张？把门口打扫干净，别让这些垃圾碍了客人的眼。沈姐姐，等一等！怎么回事？还来！沈姐姐，沈姐姐，对不起。今日之事是府里的管事会错了意，才把弄得如此难看，绝非侯爷与我的本意。我知道姐姐心里有气，求姐姐原谅我这一回。装什么可怜？快放开我家姑娘！夫人，沈姑娘，我家夫人身体孱弱，昨夜更是受了风寒，是强撑着身体来向您赔罪，求您别再为难她了。你们跑到知微阁门前闹事，还是我们的不对了。沈姐姐，喜帖之事是我没教好下人，若姐姐心里有怨，冲我来便是，不要再误会侯爷，不要再恨侯府了。堂堂侯府准夫人，病着身体都要跑来赔罪，怪可怜的。既然是误会，沈东家怎么还让人家在地上？是不是太刻薄了些？陆嫣然，你还真是把这套手段玩得炉火纯青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这肯定是他自己演的这出戏。人家一个侯夫人都专门来赔礼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大家不要这么说，姐姐想怎么样对我都行，我只求姐姐能放开心结，来喝一杯喜酒，成全我和侯爷这段真心的感情。沈大小姐也太过分了，在这里等着。他就这么走了，是想干嘛？陆姑娘，快起来吧。沈姐姐，你原谅我了。你我之间能有什么恩怨？我当然是愿你和侯爷走到一起的。天
盖头太美了，这绣工不愧是御赐皇商，这得费多少心思啊！侯爷娶你是心之所向，这是我都仿着当初出嫁那方盖头亲手绣制的龙凤呈祥，算是我这个前任最真诚的贺礼。他嫁入侯府那招，他是想用这盖头让侯爷旧情复燃，还是想抢我大婚的风头？沈姐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收下吧，刚刚妹妹不是还求我祝福你们吗？可是，这毕竟是姐姐心血。你若不收，旁人还道我善妒，不肯原谅妹妹呢。沈东家真是大度，连大婚盖头都提前准备好了。是啊，这气度，谁还敢说他记恨侯府？那多谢姐姐。陆姑娘，你和侯爷马上成婚，有些琐事我得好好叮嘱你。他有风湿，雨天膝盖疼，你记得给他热敷。早上给他熬碗热粥，他的胃不好。原来沈姑娘这么好，这个时候还在为侯爷着想。这3年，不知道沈姑娘受了多少委屈。我夹在你们中间当了3年恶人，无颜再回侯府，就让这盖头替我到场吧。你可一定要带上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没……你好不容易走出来，怎么又想着侯爷啊？沈之薇，大姐，姑娘，您看他那灰溜溜的样子，真是解气。他若安分守己，我自然懒得理会，偏要跑来我面前找存在感，便是自作自受。可惜了那方龙凤呈祥的红盖头，您花了7个日夜才绣出来，真是便宜他了。只要他们以后看到这方盖头，他们中间就永远有一根拔不掉的刺。姑娘，您真是太狠了。我要的不是一时的痛快，而是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活得风生水起，恣意潇洒。沈之薇，欺人太甚！夫人，您消消气，咱们大婚那日不带着晦气东西便是。不带，当着那么多世家小姐的面把这东西塞给我，我若是不带，别人如何看我？他们只会说我不敬长辈，不把镇国公府放在眼。这沈之薇好深的心机，那该如何是好？他既然敢送，我就带给他看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侯爷的心里永远只有我一个人。罢了，既然你已决绝，我又何必再作践自己？逆子，你大婚在即，府里上下忙得不可开交，你却躲在这儿不闻不问。婚姻大事自有母亲操持，更何况我处理军务，哪有空管这个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知不知道嫣然今日受了多大的委屈？他又怎么了？还不是沈之薇那个贱人！嫣然好心去给他送喜帖，他却当众让嫣然下不来台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别去招惹他了。你竟然帮他说话！他如今是御风大将，你还指望他会任我们拿捏？哼！不管怎样，明日大婚你必须给我办得风风光光的。好。哼！喜帖，他会来吗？昭儿，今日大喜的日子，你带着迎亲队伍在京城绕满1圈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咱们定北侯府的风光。以后再去朱雀大街的醉仙客栈接嫣然，在知微阁前敲锣打鼓，让那沈知微颜面扫地。知微阁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孩儿明白。出发！好大的排场，这10里红妆真是阔气。阔气是阔气，就是这迎亲的路线怎么偏偏绕到了这儿？夫人，小心脚下。这新郎官怎么不去扶着新娘子？怎么像是在看前妻的铺子？这你都敢瞎说，不要命了？怎么回事？夫人，侯爷可能风湿犯了，下马不便，奴婢扶您上轿吧。被这么围观着，实在不好看。好。
过分了，侯府还专门把人安置在朱雀街，摆明了就是恶心人。场面越大，丢的脸就越大。顾昭，希望你看到那方盖头时，最好能忍住，不然这10里红妆恐怕会成为京城最大的笑话。这盖头的绣工怎么看着眼熟？哼，这你还不知道？这可是陆嫣然在大街上求着沈东家送他的，竟有此事！当然，侍卫。昭儿，你急什么？大家都看着呢。冷静，全京城的权贵都在这里看着。终于等到了今日。一拜天地，吉时已到，揭盖头。沈知伟，你为什么要如此折磨我？侯爷，该挑盖头了。李成送入洞房。夫人，侍卫，侍卫，夫人，天亮了，该去给老夫人敬茶了。敬茶？我拿什么去敬茶？夫人息怒，他昨晚连婚房都没来过，我敬什么茶？夫人保重身体啊！侯爷定是被那沈氏气糊涂了。闭嘴，别给我提他！全京城都在看我的笑话，看我这个侯府夫人的笑话。他甚至看着地上的那方盖袍，都不看我。夫人，来人啊！夫人晕倒了，快来人！姑娘，您听说了吗？那侯府新夫人今早连茶都没去给婆母敬，就晕过去了。据说是急火攻心，又受了风寒，请好几个大夫都没用，让她非要来惹姑娘，就是活该。他自己做的苦果，自然要他自己咽。而且昨日新婚夜，还有人在侯府书房听到侯爷一直喊着姑娘的名字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唉，不过侯爷也是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侯府的闹剧与我们无关了，把皇上交给我的这幅江山社稷图绣好才是正事。那我就不耽误姑娘了。知微阁，御赐牌匾。阿全，你可曾听过此处？回公子，传闻这儿的东家能绣出双面异色的料子，不过他曾是定北侯前妻，和侯府有些恩怨。流言和出身并不能说明他的人品，有如此手艺，得亲眼见见才知道。
公子，咱们可不能在京城久留，江南那边的生意还等着您定夺呢。不急，要是能结识一位苏绣大家，倒也不虚此行。这位公子，您是来选购绣品吗？姑娘好，在下路过此处，久闻知微阁大名，想进来拜观一二。这个人不是像其他客人一样观赏，而是在看丝线在光下的折射。哼，久闻知微阁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哦，公子可曾看出什么门道？你这绣法以线带色，以针作画，将光影与色彩融合，当真是巧夺天工。他竟能把我自己琢磨的绣法说得如此通透，公子好眼力，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在下苏文轩，江南苏家人。江南苏家，天下第一儒商。原来是苏公子，失敬，不知公子来此为何？你这乱针绣法，若能用于更大的纸面、更复杂的题材，必将是传世之作。沈老板，在下想向你定制一幅绣品，但其制作难度堪比登天，你可敢接下？有何不敢？公子可细说此幅绣品的需求。今日贸然拜访，还未准备妥当，明日我将东西带上，再来叨扰。苏公子若不嫌弃铺子简陋，随时恭候。告辞。姑娘，那可是江南苏家的委托，咱们肯定能赚不少钱吧？赚多少都是其次的，他是真正懂刺绣的人，提出的挑战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苏公子，您来了。沈老板可在？姑娘在楼上，两位这边请。昨日答应沈老板的东西，今日带来了。苏公子言而有信，请。这是一幅江南水道域图，上面标注了江南所有大小河流、湖泊、港口的位置与走向。我想请沈老板将这江南全部水道绣于一幅巨幅屏风之上，我要它精准细致，既能供治水官员参考水路，又要有传世的艺术价值。若将水道图以这种方式做出了，必将是一幅传世之作。这水域繁杂，若用普通材料，恐怕难以绣出水域变化。阿全，打开。这是苏家从江南重金采报的顶级蚕丝，经过特殊工序处理，其光泽与水面近似。这丝线的折光度竟比普通的湖丝高出1倍不止。沈老板觉得能否用这些丝线绣出不同水域的色泽变化？苏公子，这工期和价钱您打算如何安排？工期不限，价钱随你开，我只要最好的。苏公子通透，这单我知微阁接了。姑娘答应的这么干脆，可是已有思路了？我准备从这漕运主干开始，用深青混杂银灰线，乱针平铺。我还没见过公子聊这么久，话都比平时多了3倍。我家姑娘也是呢，平时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知微，你这儿何时来了这么个人物？参见公主殿下。知微，你这儿何时来了这么个人物？参见公主殿下。知微，这位公子是谁？回公主，在下苏文轩，江南苏家人，今日来与沈东家商谈生意的。江南苏家。既然公主殿下是来找沈东家的，在下不便叨扰，后续细节改日再议。知微，这个苏文轩可不简单啊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还这么有品味，
最重要的是，竟然能跟你聊这么久。公主，你想多了，我们只是在谈生意，是吗？可本宫看他对你的眼神，可不一般哦。公主，您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了。你就不想知道你那前婆母和新夫人现在是何光景？陆嫣然不是病倒了吗？如何？你那个婆婆借着治病的名后，整天喂她喝些稀奇古怪的药，还说喝了能生大胖孙子。对了，你不好奇顾昭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是好是坏，只不过是公主口中的一个故事罢了，听完也就忘了。夫君，你今晚能留在这里吗？你先把身体养好。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沈知微？我还有军务，你早点休息。侯爷呢？回夫人，侯爷昨夜在书房歇的，天没亮便起了身。给我上妆，再让厨房熬一碗热粥，我亲自给侯爷送去。夫人，您身子还没好全，外头风大，这些事儿让丫鬟去便是。他是我的夫君，我端碗粥给他，有什么不妥？夫君，喝碗粥吧。昨夜走得急，什么都没吃。我自己来。院子里的海棠开了第2茬，张嬷嬷说该给库房添几匹新料子了。夫君今日可要出府？不出。那中午随意。你昨夜为什么不回来？说了，有军务。什么军务？要处理一整夜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等我嫁给你，你要一辈子对我好。嫣然，你病还没好，回去歇着。难道我们的承诺都不作数了吗？站住！侯爷，禀侯爷，北境急报。何时到的？半个时辰前，800里加急。乌源部近日频繁调动兵马，集结于牢岩关以北30里。探侯探多其前锋已过白水河。侯爷，属下继续汇报吗？继续。夫人，您的手，这是怎么弄的？得赶紧叫大夫来。张嬷嬷，老奴在，以后侯爷见了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，事无巨细，全部报给我。是，夫人。也不知道这侯府还能不能待得下去。侯爷，属下先告退了。等等，知微阁最近如何？说，听说昨日江南苏家少主去了知微阁，与沈姑娘相谈甚欢。江南苏家，此人名叫苏文轩，年不过25、6，已是名满天下的儒商，京中不少世家贵女视其为良配。备马。侯爷，这个时候备马。沈姑娘，这是苏家新制的蚕丝样品，折光比上一批更细腻。苏公子费心了，
这批丝线用在干流主脉上，确实更有层次。好东西自然要交到好手艺人手上。上次姑娘提到的这几处支流，我回去后让人重新测量了数据，标在了副本上。姑娘看看是否可用。从下午聊到晚上，送个数据都跑了2趟，公子真是着了魔了。我家姑娘的本事都值得跑10趟。这京城怕是留不住公子多久了。苏公子，这里的弯折太急，按原比例绣下来会辨不清。姑娘可有想法？河道可用密针走实，线条紧凑；码头用疏针留白，轮廓清晰。屏风上可用不同绣法标注沿岸码头与季节性水位差异，兼具观赏与实用性。这里还有这里，都要好好规划。一切都听你的。苏公子，这些数据是测绘官提供的，是去年入秋至今年开春的实测。可是光看图纸却辨不出这几处河道的深浅缓急，绣出来的图终究是个死物。那姑娘可愿随我去江南，亲自看一看这水道？想要把水绣活，光凭图纸，我确实做不到苏公子要的活。只有亲眼看看那些水道，感受它的舒缓团集，绣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灵魂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此番来京，就是想寻一位有魄力的伙伴，同走江南水路，实地勘察地貌，为朝廷绘制一份最详尽的治水图谱。姑娘若愿意同行，一应实数行程，均何由苏家安排。苏公子，请容我想想。不急，姑娘可以慢慢考虑，何时想好，差人到最先客栈知会议上便是。姑娘，天色不早，在下不便久留，告辞。苏公子慢走。对了，那几处码头的标注方式，姑娘定了方案，可告知在下一声。公子，您真想带沈姑娘去江南？一切全凭她自己意愿。江南，姑娘，你为什么不答应苏公子啊？这可是一件功在千秋、利国利民的好事。更何况你和苏公子聊得那么来，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若走了，这铺子怎么办？难不成交给你来打理？能跟着姑娘最好，不过要是不太方便，我留下看店也行。天快黑了，我先把门关了吧。定北侯，你想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你出去！侯爷，大晚上不去陪你夫人，来我铺子撒野，眼里还有没有朝廷律法了？沈知微，你就这么想赶我走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和那个姓苏的双宿双飞吗？顾昭，你喝多了吗？一个有妇之夫，半夜到我一个寡妇的铺子里拉拉扯扯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有妇之夫，是，我是娶了那个从小就发誓要娶的女人，我答应要给她全天下最体面的婚礼。可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她的脸，就会想到你。你安静写下和离书的样子，你砸掉首饰的样子，你拒绝皇上封赏的样子，还有你今天对着那个男人笑的样子。沈知微，你到底对我下了什么蛊？为什么我把你赶走了，你反而无时无刻无处不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顾昭，别骗自己了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只是习惯了我的讨好，习惯了我的顺从，习惯了我的仰望，你习惯了把我当成一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，你只是不甘心这件附属品有了属于自己的光芒。不是这样的，知微，我爱的是你。
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娶她，不该放你走。你回来，回到我身边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样子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嫌你脏。好一个嫌我脏！既然我这么脏，那我们就一起脏！顾昭，你要干什么？顾昭，你最好不要乱来。清河已经去报官了，你想让整个京城都看你定北侯的笑话吗？那又怎样？我的笑话还不够多吗？你对着那个姓苏的能聊那么久，对我就这么不耐烦？他能够尊重我的手艺，认可我的思想，但你除了想要掌控我，还想过什么？是，他懂。你愿意对他笑，你还要跟他去江南？你心里装的全是那个姓苏的。顾昭，你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，哪一点能够与其他人相比？那又怎样？我得不到的女人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诸位，诸位，诸位，诸位！啊！你不许走！不许走！你不许跟他走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放开我家姑娘！什么人？滚开！哼！沈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原来是你，定北侯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这个道理你活这么多年还不懂。苏文轩，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！顾昭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滚出我的铺子，否则我现在就去报官。你敢？京兆尹和皇上会很想听一听，堂堂定北侯是怎么在深夜私闯民宅，意图不轨的。你和他还真是般配。沈姑娘，在下冒昧了。多谢苏公子，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举手之劳，多亏清河姑娘遇到了我们。姑娘，我们的铺子玉图毁了，这些水道的走向深浅弯折，这光凭记忆，恐怕更加难以完成了。太可惜了。苏公子，我决定了，跟你去江南。苏公子，我决定了，和你一起去江南。既然姑娘决意同行，在下这便回去安排。苏公子，行程几时动身？3日后城门外集结，商队已备齐，姑娘只需轻装简行。有劳苏公子，3日后城门外见。是。姑娘，你要走了？清河，过来。这3日，你把铺子里的存货清点一遍。往后我不在京城，柜上的日常营烧，你全权做主。姑娘，全交给我。那秋娘姐姐呢？秋娘是首席绣娘，她只管手艺，你来管账。若遇上难缠的客人，或是你解决不了的麻烦，拿着我的牌子去请公主殿下帮忙，切莫强出头。姑娘放心，我一定守好知微阁的大门。哭什么？又不是不回来了。
我明日回一趟太傅府，铺子里的残局你带人收拾干净。哦。那些被踩脏的蚕丝直接烧了，不必留着。我明白了。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芷薇，快让她进来！女儿给父亲母亲请安。芷薇，你瘦了。母亲，女儿一切都好。回来便好，坐。光影交错，无迹可寻，好图。芷薇，你能靠自己的手艺立足京城，为父为你感到骄傲。父亲谬赞，这幅画是女儿给您和母亲的一点心意。这真假，全京城也找不出第二幅了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今日回来，除了送画，还有一事要禀告。3日后，女儿将随苏家商队前往江南，实地勘察水路，绣制江南水道图。江南，芷薇，你一个人要走多远？江南路途遥远，水路难测，你一个女儿家，若在路上染了风寒，该如何是好？娘，苏家商队护卫森严，而且此行不只是为了一幅屏风。江南的水路、码头、风土，女儿都想亲自去看看。绣品若没有活过的痕迹，就只是一块死布。你想清楚了？踏出京城，我可就护不住你了。爹，女儿在京城这3年，靠的也并非太傅府的庇护。您不是常教导女儿，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吗？好一个行万里路！你有这个志向，为父心中甚慰。此后天高海阔，任汝高飞，让他去吧。既是你爹都点了头，我便不再拦你。路上的一应物事，娘这2日替你备齐。女儿不孝，待此行归来，定在二老膝下好好尽孝。侯爷昨夜是去了朱雀街，他在那间铺子里待了大半个时辰，后来苏家的人也到了。沈知薇，他都滚出侯府了，还要勾着顾昭半夜去他那间破铺子，他凭什么阴魂不散？夫人息怒，那是侯爷重情义。滚出去！要是嫣然死在北京，你的心里是不是还会挂着我？阿昭，夫君，你怎么来了？芷薇，芷薇，你别走。夫君，我是嫣然，我是嫣然啊！芷薇，我错了，你别走。顾昭，我是陆嫣然，不是沈知薇。芷薇，我用尽一切从他手里抢来的位置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笑话。我曾经以为，只要我回来，就能像以前一样得到你的偏爱。可我忘了问自己，3年过去，你的心是否只属于我一个人？我之前恨透了沈知薇，是他趁虚而入，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位置。芷薇，再见了，侯爷。
侯爷终于歇在夫人房里了。夫人，去哪儿了？这是？和离书，侯爷，您快醒醒，出大事了！夫人她人不见了，留下这个。侯爷，奴婢今早来送药，屋里就空了。侯爷，这可怎么办？夫人她会不会已经出了府？侯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到头来，我连一个爱过我的人都没有留住。侯爷，您说什么？侯爷，您去哪儿啊？侯爷！嫣然今日的药送去了吗？老夫人，侯爷昨夜去了夫人房里。去了就好，总算像个成家的样子了。可今早奴婢去送药，屋里没人，只留下了这个。拿来我看看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来人，快来人，叫大夫，快叫大夫！大夫，快给老夫人瞧瞧！老夫人急怒攻心，脉络受阻，中风瘫痪了。什么？往后怕是口不能言，只能在榻上度日了。老夫人！原来你当初是真的不在乎了。志威，你没事吧？顾世志，来人，快传大夫！公子只是常年风寒侵骨，又在冰水中浸泡过久，染上了风湿，稍加休养便可恢复。只是日后逢阴雨天，怕是免不了疼痛。顾世志放心，太夫府不会亏待你的。顾公子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这是我绣的一点心意。举手之劳，不必挂怀。阿昭哥哥，哪来的荷包？哦，太傅家的姑娘送来谢恩的。不行，女子送荷包是要以身相许，你赶紧把它扔掉。行，我这就扔掉。志威，老夫人，王管家拿了账房的钥匙跑了，府里头的下人也散了大半了，灶上的婆子昨儿也走了，今早的粥是奴婢自个儿熬的。侯爷已经好几日没踏出书房了，这侯府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老夫人，您放心，老奴哪儿都不去。朕听闻，定北侯府这几日可真够热闹的。刚办完喜事不到1个月的新夫人跑了，连老夫人也气瘫在了床上。
到底是他们自己作出来的孽，怨不得旁人。定北侯兵权在握，希望他别做出不理智的事就行。皇上，定北侯他……慢点说。定北侯他身骑重甲进宫，正跪在御书房外面。他自请剥夺在京一切职务，前往北境镇守国门，无诏永不回京。一个心死了的将军，放在北京，倒比留在京城让人省心。去，替朕传句话。皇上口谕，定北侯为国分忧，朕心甚慰。不过北境苦寒，望侯爷好自为之。烦请转禀皇上，侯府上下就此散了吧。姑娘，这卷月牙白的也带上吧。江南湿气重，万一……带了，你这几日翻来覆去清点了3遍，比我还上心。殿下怎么来了？你这铺子还没走空呢，倒先把本宫的心掏空了。最近一个个怎么都要离京啊？你是不知道，侯府那个新夫人跑了，老夫人也瘫了，连定北侯穿着重甲进宫，跪在御书房外，自请北境戍边去了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殿下今日来，不会只是为了跟我讲侯府的八卦吧？就你嘴利，这里面是本宫的私印和几封亲笔手书。江南那地界，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拿官威压你，直接把这东西甩他脸上。知微谢过殿下。江南水稻图绣成之日，知微第一时间送入宫中。去吧，本宫在京城等你名扬天下的那一天。姑娘，外头什么动静？轻着点儿，那箱子里头是夫人备的4面废褥，压坏了我拿你们10万。福伯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老爷和夫人命老奴送来的。夫人说江南潮湿，给您备足了3年穿戴的干衣。老爷嘱咐老奴，让小姐在外头不要挂念家里。吾家有女，志在四方，家中万事无需挂念，唯望珍重自身，平安喜乐。只为吾儿若倦鸟思归，家中大门永远为汝而开。姑娘，烦请福伯转告爹娘，女儿不孝，待女子功成名就，衣锦还乡之日，再在他2老膝下承欢尽孝。待绣成江南水稻全图之时，便是女儿回家之日。老奴一定一字不差的带到。沈姑娘，商队已在城门外候着了，咱们何时动身？香笼都在第3辆车，我亲手点过2遍。沈姑娘，一切就绪，先沿北关道至岔口，转东南入江南，沿途驿站已知会，补给无忧。苏公子，我们走吧。姑娘，路上保重。公子，您为何不与沈姑娘同城？这一路颠簸。阿全，多嘴了。侯爷，前方正好发鸣蝶，3只。不足结阵，顿守前排。
乌合之众，不敌后撤，骑兵随我冲！驾！不好，士兵，快撤，快撤！杀！走！侯爷这些日子的玉器，可算排出来了。这是长刀，不好，侯爷危险！所有人，急行军！不愧是定北侯，仅10余骑兵，能在200人手下撑这么久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怎么会有强弩？你只需要知道，有人不想让你活着到达北境。侯爷，赶紧动手撤退，不然咱们都得死这儿！侯爷，就这样也好。侯爷！活捉他们的头目，一个都不准放走！副统领，这处山崖虽高，但崖壁中段长着好几棵老松，下方密林覆盖。侯爷或许活着。当真如此？你立刻返回京城，去请最好的大夫，途中见到任何伤队行人，都喊过来帮忙，告诉他们定北侯遇袭坠崖，急需人手支援。快去！安排30人，顺着藤蔓下山搜查，其余人随我继续追杀。停车！快停车！我要见你们东家。苏公子，前方发生了何事？沈姑娘不必担心，或许是流民想要些吃的，我已经吩咐过护卫，遇到这种人送一些干粮赶走就行。沈姑娘放心，咱们的车队护卫众多，一般山匪是不敢靠近的，安全得很。我乃定北侯部下部族，快放开我！我携军令前来求援，让我见你们东家。把刀收起来。我是这商队的东家，发生了何事？为何在此阻拦商队？侯爷遭到了有预谋的袭击，坠下山崖，生死不明，还请诸位出手相助。顾昭出事了，他不是带着兵出城吗？怎么会？沈姑娘，沈姑娘，求您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救救侯爷吧！怎么会？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偏偏在我彻底告别过去，一刀两断的时候。沈姑娘，苏公子，抱歉，这趟江南之行，我恐怕要失约了。我去救他，是为还这一恩，从此两不相欠。我只带着太傅府的人去救他。公子卸下辎重后，继续前行即可，只为不耽搁你行程。不必这么麻烦。所有护卫听令，带齐兵器和药物，随我救人，其余人原地待命。是。苏公子，
定北侯乃朝廷命官，于情于理，苏某都不能袖手旁观。方才只是担忧是否会带着沈姑娘涉险。苏公子大义，救人如救火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时间紧迫，沈姑娘不介意吧？驾！你们是老刘叫来帮忙的？苏家商队，先前报信那个兵是你们的人。沈姑娘，崖底下搜过了没有？我们不知道路，崖底又太深，我们刚找到一些绳子。小心，把带来的粗麻绳全卸下来。是，有多少拿多少。应该能下去了。沈姑娘，崖壁湿滑，你在这里等着。我懂一些伤口，早下去一刻，就多一份救活的可能。药香，我跟在你后面，有情况就拽绳子3下。侯爷，侯爷！啊！这是滚动的痕迹。快来人，在这边！顾昭，能听到吗？这么重的伤，沈姑娘，不可！肩头若带倒钩，硬拔会撕裂血肉，她现在失血过多，撑不住的。苏公子说的对，是我着急了。来人，去找几根粗壮笔直的树枝，再撕些布带，把侯爷的断腿固定住。是。再砍2根长木，绑一个担架，准备转移。是。沈姑娘，吃点东西吧，你已经半日未进水米了。多谢苏公子，我不饿。那等你饿了再吃。我已经派人去城里请大夫了，你不用这么辛苦。顾昭，你一定要撑住，我欠你的命还没有还清。只要你活下来，我们之间就一笔勾销。顾昭，顾昭，这种体温不对劲。公子，我真是想不通，定北侯以前那么薄待沈姑娘，换做旁人早恨透了她。沈姑娘竟然还愿意救他，到底图个什么？世人多以利弊量交情，但他只凭本心定恩义，不记恨，亦不贪恋，这才是真正的重情重义。沈姑娘，出何事了？她发烧了，额头烫得厉害。进去看看。不是敷过药吗？怎么突然烧得这么厉害？伤口太深，污泥入血，外敷的药压不住毒气。说这热度退不下去。山路泥泞，城里的马车走不快。阿全，去借2匹快马，我们亲自去路上接人。是，公子。侯爷，住手！
别碰他！沈姑娘，杀劫阵，侯爷，伏兵都被我们击溃了。杀，侯爷，只有您活着，属下才能跟着你继续杀敌啊！战语不断，病情还在恶化。志伟，别走。侯爷，沈姑娘来救您了，你快睁开眼看一看啊！志伟，我错了，别走。想让他活命，就闭上嘴，别再刺激他。他伤及脏腑，此时正在高热，接触不当，他就多一分凶险。这大夫再不来，他便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。来了，大夫来了！大夫，求您一定要救好侯爷。伤口太深，必须立刻割肉拔剑。庙里只留2人协助，其余人退出去。我懂一些伤口处理，我留下。我也留下。按住他，千万不能让他动。拿止血药按住他的伤口。顾昭，3年前的恩，我今日还清了。大夫，侯爷的伤势如何？剑已经拔出来了，血也止住了，但高烧最快也要后半夜才能退。这伤及骨肉，往后需要长久静养才可恢复。你出去守着吧，这里有我看着就行。沈姑娘，以前是属下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多谢您不计前嫌，救侯爷一命。起来吧，往事已了，我救他只是为了还恩。沈姑娘，定北侯的伤情已稳，你还要在这儿守着吗？我没事，我要亲眼看着他醒来。等他醒了，我与他的恩怨才算彻底理清。好，我让人去准备晚饭。志伟，没想到死了就能见到你，你笑得真美。你该喝药了。死了还要喝药？你再不喝，就真的死了。志伟，你是回来救我的？你想多了，我是回来还恩的。还恩？3年前，你把我从冰湖里救了上来。昨日，我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从今以后，你欠我的不必再还，我欠你的也到此为止。我们之间两清了。挺好，用我这条烂命换回了我欠你的所有，真好。你走吧，去江南，去找苏文雪，她比我手里也比我更懂你。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。我走了，你保重。啊！侯爷刚醒了，需要照顾，你们快去守着吧。好。都说清了，
说清了。那沈姑娘，可还愿随苏某一起去往江南？苏公子，多谢你这一路的照拂，但这江南我还是不去了。沈姑娘想往何处？我想一个人走走，去看看那些我从未见过的山川湖海，去走一条真正属于我沈之薇自己的路。天高海阔，祝沈姑娘此去能够得偿所愿。此处到官道岔路还有一段距离，让苏某再送沈姑娘一程吧。公子总算开窍了，等到了江南，老夫人见着了定会欣喜。就送到这儿吧，祝沈姑娘一路顺风。公子怎么停下了？可是路线有变动。阿全，去将沈姑娘的辎重单独分出来，再挑几个身手好的护卫跟着。顺便去我的马车里把那个紫檀木匣拿来。是，公子。重新整队，把沈小姐的辎重分出来。这是江南水道图的副本，还有苏家各处商铺的介绍信。你一人独行，路上难免遇到风雨。凭此信，苏家沿途的铺面皆可供你歇脚、换马、补给。什么？沈姑娘要走？苏公子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我与沈姑娘一见如故，这些不过是表个心意，愿用便用，不用也无人拦着，就当是苏某为知音饯行。多谢苏公子。小姐，咱们的物资都清点好了。阿全，再分10匹马和小队护卫护送沈姑娘。不必了，太傅府的人手足够。苏公子，独行虽需谨慎，但知薇能护好自己。山高水长，沈姑娘万事小心。待我观遍山川湖海，将这水道图绘制圆满，届时定在江南驻足，与公子一同观赏。若哪日沈姑娘到了西湖，正赶上龙井新茶，苏家茶楼会给你留一盏。一言为定。公子，您为何不挽留一下沈姑娘？君子成人之美，何况我与她是同一种人。好，知薇阁，这名字好。乱真秀的精髓不在于乱，而在于将画力与秀丽相融合。停下，你的心乱了，这线就跟着乱了。先生，我真的能成为您这样的人吗？我爹说，与其学这些绣花功夫，不如嫁个好郎君。无论你如何选择，多一份手艺就多一份底气。别人给的饭碗随时会被砸碎，自己端着的饭碗谁也抢不走。你们记住，我们手中的针线不仅能织出锦绣繁花，更能织出我们自己的路，更能绣出你们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世人常说女子当从父从夫从子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嫁靠夫君，但在知薇阁，我只教你们一样东西，从己。不要做依附在大树上的藤蔓，要做能自己扎根的树。先生的教诲，学生记住了。好了，收拾绣架，明日再来。先生辛苦了。横再横，竖提。沈姑娘，别来无恙。听闻沈姑娘在苏州开了间学堂，苏某特来拜访。苏公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到这边来。这条普黄江的弯道，你改了走向？我实地走了一趟，发现这儿的实际河道受汛期冲刷，已自然改道。连河床的高低落差，竟都用不同针法标得清清楚楚。你竟真的把江南的山川湖海，生生搬到了这方寸之间。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水道图。沈姑娘可有时间与我在这河边同游？这2年我到过许多地方，从泰山之巅到西湖断桥，从大漠黄沙到这苏州水道，才知道天地原来这么大。沈姑娘心境与2年前不同了。如今我也接掌苏家，
为朝廷疏通江南运河，但就余图错漏百出。还好沈姑娘那幅水道图没有让我失望。我本就是受苏公子委托，此图若能造福民生，是我的荣幸。江南新茶季到了，苏家茶楼已备好了龙井。多谢苏公子好意，不过我明日便要启程回京，若有机会再喝你这盏新茶。山高水长，沈姑娘保重。苏公子，2年的游历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路，你我终究有缘无分。知微阁，这位夫人，您看这牡丹，光影流转。夫人慢走，下次有新货，我再差人给您过目。牡丹荷包10两。客官，看点什么？咱们这儿新上了。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2年不见，怎么还学会哭鼻子了？姑娘，你好像变了。走了那么多路，哪能还和从前一样？姑娘，这是这2年知微阁所有的账目，您看，这是每月的进项，这是绣娘的工钱，这是知微宫的采买，这是司县的采买。这些都是你记的？姑娘走时说过，账目要日日清，笔笔明，我都记下了。清河，你已能独当一面了。姑娘，楼上还有东西，您跟我来。这是公主上个月差人送来的。知微，你送回来的江山设计图，皇后娘娘可是赞不绝口。王夫人用你教的法子，在京城开了间女子书院，京城好像因你有了一些变化，本宫为你骄傲。这是苏公子送来的。沈姑娘，苏某特为你留了一盏新茶，不知何时得闲，江南再续。北境特有的雪莲。姑娘，侯爷在北境屡建战功，不过老夫人病逝那天，他也没回过京城。姑娘，往事已矣，我找回了自己的路，这就够了。